楚风趁着那墓地还没打开，揭穿他们的恶行，淡淡说道：“怕是没用，他们只是在身上放了避虫符，什么都没做。就算说了又能怎样？”楚风说道：“那怎么办？难道就任由他们阴你？”淡淡问道：“依我看，这墓地之内定然有着某种厉害的虫子，他们想借那虫子害死我。若是这样的话，我何不将计就计？淡淡，你还记不记得我在白眉那里得到的不只有避虫符，还有引虫符？”楚风说道：“哈哈，我明白了，你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放出虫子，然后用引虫符破了他们身上的避虫符，让他们自食恶果，受虫子攻击。”淡淡恍然大悟：“正是。”楚风说道：“好好好，这种馊主意亏你小子想得出来，就这么定了。”淡淡甚是高兴。与此同时，妖蛟王兽的4位长老，还有妖蛟广与妖蛟把，开始盘膝而坐，运用自己的血脉之力，开启这黑龙王的墓地。开启墓地需要一些时间，楚风趁机将妖蛟听雨叫到了一处隐蔽的角落。“楚风公子，什么事？”妖蛟听雨问道。“别公子公子的，显得客套，叫我楚风就行。”楚风说道。“那你也别公主公主的，叫我听雨就行。”妖蛟听雨说道。“行。”楚风笑了笑，随后悄悄地将2张避虫符塞给了妖蛟听雨，暗中传音道：“把这个贴在胸口，将另一张给你合拍的那位前辈，也让他贴在胸口。”“这是什么？”妖蛟听雨问道。“没什么，只是以防万一，听我的没错。”楚风说道。“好。”妖蛟听雨应道。他对楚风很是信任，可信任归信任，但楚风万万没有想到，妖蛟听雨竟然当着他的面就解开了衣衫，准备将那避虫符贴在了身上。见此一幕，楚风顿时目瞪口呆，赶忙咳嗽2声，以来提醒妖蛟听雨男女有别。“怎么了？”可是妖蛟听雨就像什么都不明白一样，继续褪去他的衣服。“没什么。”眼见着妖蛟听雨已经露出了片片雪白，楚风赶忙转过身去，闭上了眼睛。妖蛟听雨不矜持，他只能选择不看。“你小子傻呀，这丫头故意的，明摆着是在勾引你，你这是不看白不看，为什么不看？”淡淡恨铁不成钢的说道。“不管他是不是故意的，可只要我看了，就是占了他的便宜，我不能占他便宜。”楚风说道。“哈哈，逗你的，想不到你还是正人君子。”就在这时，一只柔软的玉手拍在了楚风的后背上，回头观望，妖蛟听雨正笑眯眯地看着自己。不仅如此，他的衣衫也是系好，幸亏我是正人君子，否则你就被糟蹋了。楚风说道。“你不怕我现出原形吗？”妖蛟听雨说道。楚风吓得深咽了一口唾沫。原形那可是妖蛟啊！楚风不敢再想了。“哈哈，看把你吓的！”妖蛟听雨则在一旁捂着小嘴，咯咯直了，那叫一个开心。“爷声张，最好只有我们3个知道。”楚风只得转移话题，把心放在肚子里。“我妖蛟听雨可不蠢。”妖蛟听雨嫣然一笑，甚是迷人。都说妖兽幻化成女人，比真正的女人还迷人。今日楚风倒算是见识了。之后，妖蛟听雨也想办法将那张避虫符交给了那位合拍的一品武帝。那位虽然也不明真相，可却也听从妖蛟听雨的话，寻找机会将避虫符贴在了胸口之上。又过了一会，脚下传来阵阵轰鸣，草丛裂开，一个隧道入口，符线而出。“进去吧！”战派的3位以及妖蛟血染率先走了进去。“楚风，我们走吧。”紧随其后，楚风与妖蛟听雨3位也是走了进去。看着楚风等人消失在其中，百里玄空眉头紧皱。其实他是放心不下的，不过可惜，按照妖蛟王兽的态度，百里玄空就算想陪同进去，也是绝无可能，只能在这里干着急。不愧是黑龙王的目的，走在其中，楚风感叹连连。先不说这里的结界，这里的机关，单单是那种感觉就与众不同。除了大气磅礴之外，此处任何角落都在无形之间带给人一种压迫。楚风，龙王大人的墓地内尽是迷宫，尽是机关，道路交错，极其复杂，走错一步便必死无疑。我们只知道一条路，那是可以安然的直达传承池的路。除此之外，我妖蛟王族也不敢在这里乱走，所以你只要跟紧我们便可，切勿乱走。妖蛟听雨低声提醒道。“没问题。”楚风其实很想在这墓地内探一探，看一看这黑龙王的目的究竟如何，也许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不过妖蛟听雨既然这样说了，他自然要应，总不能不给主人面子。我会规规矩矩的，可他们会吗？楚风瞄了妖蛟血染等人一眼，嘴角掀起一抹冷笑。楚风已经几乎可以确定，妖蛟血染是准备坑害他的，但是坑害他只是安静的走安全的路，是绝对没机会的。所以他们若想坑害楚风，就定会去惹是生非。而现在的楚风反而很期待妖蛟血染去惹是生非，毕竟只有他惹是生非了，楚风才有机会对付他，也有了理由对付他。忽然，在最前面的妖蛟血染他们止住了步伐，因为在他们的前面出现了3条路，走右边的那条。妖蛟听雨上前说道：“前辈，我听父皇说，这最左边的路通往一座偏殿，殿内有着许多石雕，石雕刻画的乃龙王大人，从青年到老年，不同时期的容貌。我想去看一看龙王大人当年的英姿。”妖蛟血染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心中再度冷笑，果不其然，这妖蛟血染是要出招了。不行，长老曾嘱咐过，除了通往传承池的路，不许乱走，否则触发机关，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妖蛟听雨一口拒绝。听雨妹妹，难道你就不想看一看龙王大人的英姿吗？那可是从青年到老年的龙王大人啊！妖蛟血染诱惑道。听雨，去看看也无妨，那里八大人曾去过，并无危险。战派的2品武帝也是劝道。听到这里，妖蛟听雨目光闪烁，也是有些心动了。他何曾不想看一看龙王大人各个时期的英姿？但仔细斟酌一番之后，他还是坚决地摇了摇头道：“前辈，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遵循长老大人的话。听雨，我也想看一看兽帝的英姿，不如我们去看看吧。”此刻，楚风忽然开口。见楚风开口，妖蛟血染等几位
皆是颇感意外。他们都没有想到楚风会帮他们说话，但仔细想想，妖娇血染的嘴角则是掀起了一抹嘲笑的弧度，心中暗想：这楚风虽然天赋厉傲的，可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蠢货。我给他挖好了火坑，还不用我来推，自己就要往里跳，死了也是活该。于是妖娇血染没有与楚风唱反调，反而极力附和道：对，听雨妹妹，楚风兄弟是客人，客人都提出要求了，你就别拒绝了吧。这那好吧。犹豫一番后，妖娇听雨总算勉强应下。于是楚风等人便在妖娇血染的带路下，走了最左边，进入了那座偏殿。这座偏殿金碧辉煌，富丽堂皇，尤其是墙面，一看就不同凡响，似是暗藏至宝一般，甚是诱人。这哪里是一座简单的偏殿，明明就是一个宝库，但楚风却已经看出来，那看似暗藏至宝的墙面就是个诱饵，那应该是机关，只要有人触碰，定要大难临头。楚风觉得那机关触发，怕是就有毒虫现身，所以他进入此处后就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妖娇血染他们继续深入，也不说话。眼见着殿内如此华丽，可却没有龙王大人的雕像。妖娇听雨似乎也是感受到了不妙，他与那位合派的武帝都跟在楚风身旁，站在门口的位置，没有深入。妖娇血染这里根本没有龙王大人的雕像，我想是你父亲记错了，我们走吧。妖娇听雨说道，语气中有着一些气愤，他也知道自己是被骗了，可能是我记错了，不过这墙壁可真美。话到此处，妖娇血染目露凶光，随后猛然一掌轰出，武力涌动之间，化作一道金灿灿的巨拳的一声，便落在了那墙壁之上。而此拳落下，那墙壁不仅瞬息崩塌，还有宛如岩浆一般的物体自四面的墙体之中喷发而出，瞬息便淹没了楚风等人。妖娇血染，你做什么？此刻妖娇听雨慌了，他已经发现那红色的物体并非是寻常的岩浆，而是密密麻麻的红色虫子组成。那虫子很小，如蚂蚁一般，可却浑身火红，蕴含着极为恐怖的力量。哈哈，做什么？我要你们的命！妖娇血染哈哈大笑。事到如今，他已无需隐藏，凶相毕露。什么？你想要我们的命？你是故意的，你是故意要害我们！妖娇听雨一脸吃惊，其身旁的合派武帝同样如此。他们都知道妖娇血染品行不端，但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想要除掉自己，同类相残，这可是妖娇王族的大忌。没错，你说对了，我就是在弄死你们。可你们现在就算知道又能如何？你们马上就要被这地狱火虫烧为灰烬，死的不能再死。哈哈，妖娇血染面目狰狞，疯狂大笑。你确定没开玩笑吗？这虫子能杀我们？明明毫无威胁嘛。楚风说话间，竟用手抓起一大把地狱火虫，不仅在手中把玩，还用力的捏拿，甚至有的虫子都被楚风捏碎了，化作红色的火水在其手中流转，却也无法伤及楚风分毫。怎么可能？见此一幕，妖娇血染目瞪口呆。这传说中的极为凶残的地狱火虫，不攻击楚风也就罢了，竟然还任他揉虐，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莫非这地狱火虫的种种凶名皆是假的不成？怎么会这样？难道这地狱火虫是假的？战派的一品武帝不明所以，如楚风一样，抬手抓住了一大把烈焰火虫，用力的捏了起来。他这一捏，那手中的地狱火虫竟纷纷爆炸开来。刹那间，那爆炸的地狱火虫化成滚烫的火水喷射开来，瞬息便将其吞噬。惨叫声此起彼伏，撕心裂肺，就连四周其他的地狱火虫也是不断发出刺耳的叫声，变得蠢蠢欲动，杀机盎然。你傻了不成？毁他做什么？此刻那位二品武帝大怒，一边呵斥，一边想办法来到了妖娇血染近前，想要保护妖娇血染。然而那位惨叫没有多久，整个人便如岩浆一般，也化作了火水，融化在了那密密麻麻的地狱火虫之中。不是他傻，而是你们都傻，想因我楚风也不看看你们的德行。此刻楚风的声音再度响起，原来是你。这一刻妖娇血染才发现，楚风与妖娇听雨三位竟已趁乱远离了地狱火虫的包围，并且楚风嘴角带笑，目光轻蔑地看着他们，那个模样就好像在看一群傻逼。前辈，杀了他，杀了他们！妖娇血染恍然大悟，愤怒地大喊起来。那位二品武帝也不怠慢，意念一动，磅礴的武力便在无形之间向楚风三位压迫而去。虽然是无形，可毕竟他是二品武帝，那等力量相当恐怖，异常骇人。然而那无形的武力刚刚席卷开来，竟在他们的周围传来两声爆破之音。当那爆破之音响起之后，一股无形的能量也是散发开来，而下一刻，地狱火虫们便如得到了命令一般，一道道炙热的火柱不仅将那位的攻势挡下，火柱更是不断的向妖娇血染三位扑射而去，要置他们于死地。救我！救我！战派另外一名一品武帝猝不及防，被数道火柱击中，身体如同先前那位一般，被击中的部位开始化作滚烫的岩浆水，并且正在蔓延全身，肉身与本源同时毁灭的情况下，那位不断发出痛不欲生的惨叫。楚风，你做了什么？你到底做了什么？妖娇血染又惊又恐，又很愤怒地吼着。做了什么？只是破了你们身上的避虫符而已，想赢我，你们真是自掘坟墓。楚风说道。什么？你都知道了？你全都知道了？听得此话，妖娇血染顿时愣在了那里。他本以为楚风愚蠢至极，现在才发现，原来楚风早就看破了一切，并且找到了对付他们的办法。愚蠢的不是楚风，而是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愚蠢，愚蠢到被楚风玩弄于股掌之中，却全然不知。楚风，我要生撕了你，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我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那位二品武帝知道自己上当之后，也是发出愤怒的咆哮，那个声音极为刺耳，胜过万兽之音，那根本就不是人的声音，而是妖娇王兽的咆哮。想杀我，那你得先杀光那些虫子，不过你杀得光吗？
楚风微微一笑，随后对妖娇听雨说道：“那些虫子杀意已起，怕是避虫符也将不起作用，我们还是远离此处为好，以免被他们牵连。”妖娇听雨点了点头，随后便带着楚风转移。经过此事之后，他对楚风可谓是言听计从，为首是瞻，真是混账，竟敢暗杀公主！我这就去禀告族长大人。来到安全地方，那位合派的武帝很是愤怒地说道：“禀告？你现在去禀告有什么用？无凭无据的，他们岂会信你？况且你现在去禀告，妖娇拔就会知道他儿子与手下遭遇了不测，定会请命来此救妖娇血染。为了顾及大局，长老团也会同意他来解救。那个时候，你的禀告就等于是救了妖娇血染他们。”楚风说道：“那怎么办？难道就白白吃了这个亏？”那位武帝很不甘心：“吃亏那可并不见得，等他们死了，我们怎么说都行，反正他们也没办法反驳了。”楚风说道：“对啊，楚风你真是太聪明了。”妖娇听雨对楚风的想法很是赞赏，而此刻那位合派的武帝也是眼前一亮，看向楚风的目光变得很是不同。此刻他表面虽然没有太大变化，可是内心早已是风起云涌。楚风不仅率先发现了妖娇血染要害他们，还第一时间想出了对策，并且成功的将妖娇血染他们给阴了一刀，获得了不可能的胜利。毕竟对方可是有二品武帝的，若要真的动起手来，他们都不是对手。但此刻那二品武帝却只能一边保护妖娇血染，一边在地狱火虫之中挣扎，于痛苦中等死，并且哪怕现在楚风也没有冲动的去举报妖娇血染的恶行，反而各方面考虑的极为周全。他短时间的所作所为简直堪称完美。可若楚风是一个活了万年的老怪物也就罢了，他还只是一个不足30岁的年轻小辈啊，比他还少活了几千岁。对比之下，他真是觉得自己这几千年真是白活了。这个人类小鬼着实有些可怕，还好他是友军不是对手，否则真是不敢想象。想到这里，那位深深的倒吸了一口凉气，看着眼前修为还远不如他的小辈，他的眼中竟涌现出了畏惧。楚风，那我们现在去哪里？妖娇听雨问道。现在他什么事都听楚风安排，唯有这样才有安全感，做该做的。去传承池。楚风说道。妖娇听雨目露喜色，经过先前的一些事，他对楚风更有自信，觉得这次依仗楚风很有可能成功得到龙王大人的传承。而因为通往传承池的路径是一条很安全的路，楚风也就无法见识黑龙王的一些手段。可哪行走的路径已很是明确，可以楚风等人的速度却走了足足1个时辰，仍然没有到达传承池。由此可以想象这座地藏有多大。我们应该快到了吧？忽然楚风问道。是快到了，可还有一定距离啊。你怎么知道的？妖娇听雨一脸好奇地问道。因为他看楚风的样子并不像是猜的，而是确定了一样。可是此处的墙壁具备隔绝精神力的作用，界灵师所用的观察手段在这里可以发挥的余地也是非常小。就算楚风拥有逆天的观察手段，在这个距离应该也还发现不到传承池才对。一股与你们相近的气息，我隐约间能够感受到，不过这股气息实在太强了，比你们的太上长老还要强大得多，根本不可相提并论。我想应该就是兽帝的传承池发出的。楚风说道。我们怎么感应不到？妖娇听雨与那位武帝皆是颇感吃惊，他们是妖娇王兽都感受不到，可楚风却感受到了。楚风微微一笑，没有过多解释，毕竟这种事情也无法解释，可能这就是天赋的差距。楚风总不好在他们面前吹嘘自己的天赋是如何利奥的，因为楚风觉得他需要保持那谦虚的好品质。楚风你真神奇，不过我还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妖娇听雨问道。你问？楚风说道。为什么之前你捏碎那些虫子就没事，可是妖娇柳依就不行？妖娇柳依是捏碎虫子而死那个蠢货。楚风问道。就是他。妖娇听雨点了点头。因为我捏碎的是假的，可他捏碎的却是真的。楚风说道。假的？妖娇听雨与那位武帝皆很意外，界灵师的一些小把戏罢了，其实你们若仔细看也是能够分辨的，只是当时情况紧急，没有人想到我会作假罢了。楚风说话间摊开双手，掌心竟再度出现了一把地狱火虫。见到地狱火虫，妖娇听雨和那位武帝皆是下意识的向后倒退。已经见过地狱火虫的他们对这小东西可谓甚是恐惧。怕什么？假的。楚风微微一笑，便一把将那手中的地狱火虫捏碎。那地狱火虫捏碎之后又化作了活水，可是落在楚风手上，楚风却毫发无损，并且没过多久，那些活水便化作金光，消失于半空。原来真的是假的。此刻妖娇听雨与那武帝皆是汗颜，虽然他们已经认真观看，可还真没发现这是假的，简直就与之前那些真的地狱火虫一模一样。虽然他们是妖兽，可是毕竟是黑龙王的后代，其实也都是具备精神力的，再加上修武者本身的感应力，他们的感应力与观察力也是不差的。可是楚风以结界凝聚的地狱火虫，短时间之内他们还真看不出来，看来是到了。而在闲聊之间，楚风等人也在继续赶路。楚风感觉到那种强大的妖娇血脉气息已是越来越强。终于，楚风3位进入了一处宽敞的地方，此处之广阔宛如一方天地，但楚风的目光却被眼前的一座湖泊深深的所吸引。那湖不是寻常的湖，深不见底，并且色调混沌，上面却还萦绕着一层特殊的雾气，而楚风感受到的气息便是源自此处。想必这便是那传承池，只是这哪里是池子，分明就是一座湖。奇怪，为何我感受到的气息会在这湖中游动？楚风感觉不对，于是便用天眼观看，好是神奇。而这一看，楚风也是眼前一亮，面露震惊之色，因为在天眼之下，楚风能够清晰地看到，在这传承池的深处有着一道巨大的阴影，那阴影是一条妖蛟，长达近1000米，甚是恐怖。虽然只是阴影，而并非实体，
可他正是那气息的本体。楚风，你发现了什么吗？妖娇听雨见楚风自言自语，且面容变化，便好奇地上前问道。楚风抬头发现，不仅妖娇听雨用那好奇的目光看着自己，就连那位武帝也是。难道你们看不到吗？楚风指着池子问道。看到什么？妖娇听雨与那武帝一同问道。我懂了，楚风说道。妖娇听雨两位更是不解。楚风，你说什么呢？妖娇听雨问道。听雨，我问你，你进入传承池后，是不是能够感受到受地的力量？只不过那力量有时可以感受到，有时又感受不到。相比之下，感受不到的时候更多。楚风问道。你怎么知道？妖娇听雨一脸震惊。这件事情只有他知道，因为只有他能进入传承池，只有他清楚传承池内的感受。受地的传承力量并非是弥漫在了传承池之内，而是以妖娇王兽的虚影形态在这传承池内游走，唯有那虚影接触你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它的力量。楚风说道。真的？为什么我看不到？妖娇听雨与那武帝皆是将目光投向池内，可依旧什么都看不到。我也是用特殊手段才看到的，不过这也许是一个好消息。楚风说道。此话怎讲？妖娇听雨问道。依我看，天赋只能决定你是否有资格进入传承池，可是想得到传承，必须让那虚影始终跟随你才好。你若只是安静地待在传承池内，等着那虚影碰巧游到你身边，那实在太难了。不过我若用天眼观察，让你在追着那虚影游动，便可以始终在虚影之内，这样应该可以让你更好地接受传承。楚风说道。也许可行，那我们现在便试试。妖娇听雨迫不及待地想要尝试，于是身子一转，直接掠入了池中。只是进入池子，他的脸色便有所变化。虽然他可以进入传承池，可是传承池的压力他还是要承受的，也是那压力的存在才导致他不能长时间在池中浸泡，这也是为何他之前强迫自己长时间待在传承池，导致身体不支昏在其中的原因。那一次若不是有人及时发现，运用手段将他从传承池中救出来，他如今早已是死人。一道水花溅起，楚风已是落入传承池内，说道。开始吧。楚风，你看着楚风，妖娇听雨又是一惊。怎么了？楚风问道。没事。妖娇听雨摇了摇头。其实他是想说，楚风的天赋实在过人，落入池中竟然面色不改，明显是感受不到池中的压力。此刻妖娇听雨真正的认识到，并非这传承池的难度太大，只是他的天赋还远远不够。若是他有楚风的天赋，就算那传承的力量是游动不定的，也定能够得到传承，只是可惜他没有。听雨，跟我来。楚风说话之间便向池水深处游去，妖娇听雨不敢怠慢，也是紧随其后，跟随楚风向深处游去。游了没有多久，一股磅礴的力量便传入妖娇听雨全身各处，与此同时开始融入他的体内。果然可行，妖娇听雨越发惊喜，跟随楚风游动，真的能够一直感受到那龙王大人的力量。这样下去，也许此次真的能够成功。此子乃是我妖娇王族的福星。那位武帝虽然站在池边不能进入，可是一切却都看在眼中，对楚风这位晚辈越发敬佩。而在妖娇听雨接受传承的时候，楚风也能够感受到那虚影之内的力量有多强大，但除此之外却没有太多别的感觉。若不是楚风有天眼发现池中的奥秘，而是傻子一般在池中干泡着，就算他天赋再好，也许也无法真的帮到妖娇听雨。楚风，试试感应此处的结界，也许能够让你的结界之术有所突破。淡淡提醒道。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还是我的女王大人聪明。楚风恍然大悟，他之前只想着寻找修武方面的帮助，却忘记黑龙王结界之术利奥的地藏之内处处皆是结界之术的大手笔，尤其是这传承池乃是整个地藏的精华所在，这里的结界之术更是利奥的。若是认真感悟，楚风也许能够借此机会领悟到结界之术新的境界，从而沟通龙纹级结界之力，一举成为龙纹级黄袍界灵师。于是楚风一边追赶那虚影，一边感受那虚影之内精湛的结界之术。然而忽然之间，楚风不动了，那游动的妖娇虚影也不动了，紧跟着妖娇听雨也不动了，他们就犹如被定住了一般。与此同时，传承池的水面开始沸腾，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这种景象。难道那楚风真的可以帮助公主殿下得到传承？看着那沸腾的水面，那位守在池边的武帝一张脸上满是震惊，就连身体都开始激动的颤抖。之所以如此，只因那沸腾的水面很不寻常，那沸腾的部分形成了一条巨大的蛟龙，而那正是水中的蛟龙虚影映射而出的。这位武帝看不到那虚影，可却能够看到这沸腾的水面，但只是如此便足够让他震惊不已。在他看来，那可不是虚影，而是龙王大人的身影。这是哪里？而此刻的楚风看到的不再是池中深水，不再是蛟龙虚影，他已经身处另外一个空间，脚下茫茫白云，头顶无边苍天，而在他的四周竖立着8个巨大的雕像，个个高达1000米，那是妖娇王兽。妖娇王兽的原型。忽然一声怒吼传来，听着这个声音，楚风的汗毛都是根根直立，那声音实在是太恐怖了。而在那声音传来的方向，则是一片白雾。此刻白雾之中出现了2道耀眼的红光，血红，甚是吓人。那是一双眼睛，妖娇王兽的眼睛。终于，那妖娇王兽露出了原形，它顶天立地，竟与那雕像一样大。可那雕像是假的，它却是真的，一股无与伦比的威势自其身体散发而来，让楚风很不自在。竟是人类！那位忽然靠近楚风，距离楚风只有半尺的距离，一双红色的眼睛比楚风要大上数十倍，此刻紧紧地盯着楚风，就像是要用目光将楚风扒皮活剐了一般。一个人类凭什么得到我的传承？那妖娇王兽发出一声阴冷且不甘的声音：兽帝前辈，晚辈从未想过得到你的传承，我来此处只是想着帮助您的后辈得到你的传承而已。
楚风说道。可是很快，那妖娇王兽身躯一晃，目光变得很不一样，充斥着不可思议之色。不，你有资格。那妖娇王兽连语气都变了，没有厌烦，很是柔和。前辈，您莫要误会，晚辈并不想听的此话。楚风赶忙解释，他可不想抢了妖娇听语的传承。然而还不待楚风将话说完，那位便张开大嘴，一口将楚风吞掉。黑龙王吞噬而来，楚风眼前一片模糊，而当眼前变得清晰之后，楚风发现已是回到了传承池内。只是此刻传承池内的那道妖娇虚影正在变小，准确的来说，是在围绕着妖娇听语变小。那蕴含着强大妖娇血脉的妖娇虚影正在融入妖娇听语的体内，看来是成功了。见到这一幕，楚风面带微笑，也是松了一口气。本来他还以为那黑龙王是要将力量传承给他，那个时候楚风真是吓了一跳。若是黑龙王真的将力量传承给他，那就等于楚风抢了妖娇听语的力量，等于将楚风陷入了不忠不义的地步。但是现在妖娇听语的变化非常明显，就连气息也在急速攀升。本是5品半地的他，现在已是7品半地，并且气息还在提升中。不对，然而楚风很快又是一惊，妖娇听语的确在接受传承，那是千真万确就发生在眼前的事。可是楚风他的气息竟也突破了，不再是7品半地，而是8品半地。不仅如此，楚风感觉到他的精神力也是变强了数倍。意念一动，自结界空间沟通而来的结界之力已不再是蛇纹级结界之力，而是龙纹级结界之力。我也突破了，莫非是得到了传承？楚风惊叹不已。他的8品半地修为以及龙纹级结界之力已经固定，虽然没有再度提升的可能，可这就是他现在的力量。楚风，你快进来看看。此刻蛋蛋也是激动的开口。怎么了？听蛋蛋的语气似有急事，楚风也是赶忙将意识投射到结界空间之内。怎么会这样？而来到结界空间，向来淡定的楚风也是不淡定了。在他的结界空间之内，不仅女王大人这位尤物仔，竟然多出了3件物品，正漂浮在结界空间之内。那3件物品分是一张地图、一块令牌、一把钥匙。地图时虚时真，虚幻与真实之间变化，很是神奇。那令牌似是普通的石头打造，很是粗糙，甚至有些丑陋，可楚风一眼就看出这是不凡之物，暗含特殊的力量。至于那把钥匙更是奇特，那钥匙是光体组成，那光体又是由无数道小光体组成，就好像是漫天的星辰化作了一把钥匙。没错，看起来这就像是一把星辰钥匙。惊奇之下，楚风抬起手来，想将3件物品抓到手中仔细观看。然而楚风的手刚刚碰到那把星辰钥匙，那星辰钥匙便爆炸开来，化作数道流光消失不见。紧随其后，那块令牌与那张地图也都纷纷爆炸消失不见。怎么会这样？见此一幕，蛋蛋吓了一跳。在他看来，这3样东西皆是宝贝，若是没了，实在可惜。不，已经在我身上了。楚风说道。什么？蛋蛋不解。楚风微微一笑，随后便将意识投射到身体，张开自己的双手。那块石头令牌以及那把星辰钥匙分别在他的左右手中，竟然从界灵空间转到了身上。蛋蛋很是惊讶，但又问道：可还少了一张地图啊？地图在我脑袋里。楚风点了点自己的脑袋，虽然那地图不见了，可是地图的内容却在自己的脑海之中。不错嘛，看来那黑龙王的确有些本事，竟能够做到这种地步。蛋蛋也是颇为赞赏的点了点头，绝美的小脸之上挂上如此甜美的笑容，当真是迷人至极，看得人心都快要化了。那地图记载的什么内容？与这钥匙和令牌有什么关系？喜悦之际，蛋蛋又好奇地问道。月下迷宫，这地图是月下迷宫的地图，这钥匙这令牌皆与月下迷宫有关。楚风说道。5支圣土，3大禁地之一。蛋蛋问道。3大禁地，月下迷宫、嗜血杀阵、远古坟场，而黑龙王留下的3件东西便皆是与月下迷宫有关。楚风说道。是宝藏？蛋蛋继续问道。是黑龙王留下的宝藏，是他毕生积攒的财富，可能会有地兵。楚风说道。这么说来，他真的传承给你了？蛋蛋越加兴奋，他将力量传承给了妖娇听语，可是宝藏却传承给了我。楚风说道。好，那还真是不虚此行了。蛋蛋更加的高兴。不行，这是属于妖娇王族的，我不能要。楚风说道。你不会要还给妖娇听语吧？蛋蛋说道。这是自然。楚风说道。啥？蠢，白痴，简直是浪费了黑龙王的一片苦心。蛋蛋颇感气愤，这本就不属于我。楚风只能苦笑，就算蛋蛋生气，他也不能将这些占为己有。就在此刻，那虚影已经基本不见，彻底融入了妖娇听语的体内。眼下妖娇听语的气息已经提升到了8品半地，并且仍在攀升，不过最终在8品半地巅峰的时候停了下来，他并没能突破到9品半地。但楚风却知道他迟早会突破，并且很快就会突破，搞不好今日就会突破，因为那妖娇虚影的力量太强了，而眼下那力量全部在妖娇听语的体内完美的融合。他已经得到了兽帝黑龙王的传承，他所得到的传承与张天翼得到的宫帝传承有所不同。妖娇听语是完整的得到了黑龙王的力量，他注定日后将有不凡的成就，就算超越黑龙王也并非不可能。我成功了，我成功了！妖娇听语睁开了眼睛，狂喜无比，竟猛然扑入了楚风的怀中，紧紧地抱住了楚风。恭喜你了！楚风也是一脸笑意，深深地为妖娇听语感到高兴，也为妖娇王兽感到高兴。谢谢你，我真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才好，要不然我以身相许吧。妖娇听语看着楚风说道。楚风不知如何回答，他承认妖娇听语很是性感，也很是迷人，可是他对妖娇听语却没有特殊的感觉，只是拿他当朋友罢了。哈哈，看把你吓的，逗你玩的。我妖娇王兽只能与妖娇王兽结合，不可能与人类在一起的。妖娇听语说道。你这丫头！楚风总算松了一口气。楚风，你的修为也提升了。妖娇听语，
感受到了楚风八品半地的气息，这也是托你的福，若不是陪你来这里，不可能这么快突破。楚风说道。好好好，实在是太好了，这可真是双喜临门。我们出去，让前辈也为我们高兴高兴。妖娇听雨说话间，便自传承池飞掠而出。成功了！那位武帝也是一脸惊喜，毕竟妖娇听雨的变化是如此的明显。成功了，前辈，我真的成功了，我和派可以继续把持妖娇王族的大权了，而这全都靠了楚风，他是我妖娇王族的大恩人。妖娇听雨说道。好，好，好！那武帝激动不已，连说了3个好字，随后竟扑通一声跪在了楚风的面前。前辈，您这是做什么？楚风赶忙上前搀扶。楚风小友，大恩不言谢，可你今日之恩德，我妖娇王族必须报答。日后有事你就说话，就算赴汤蹈火，送掉我这条小命，我也愿意。那位武帝一脸凝重地说着，却不肯站起身来。前辈，言重了，我与听雨公主早就相识，我们乃是朋友，我楚风帮朋友，不图回报。楚风说道。楚风小友，此恩我妖娇王族必报，你不知道这对我妖娇王族来说有多重要。那位坚决地说道。居然向人类下跪，真是丢我妖娇王族的脸。然而就在这时，在远处忽然响起一道熟悉的声音。你没死。看到那位妖娇听雨与那位武帝皆是大吃一惊，面露惊慌之色。那位来者竟是战派的那位2品武帝，他居然在地狱火虫的围攻下活了下来。听雨，好歹我也是你前辈，你就那么希望我死吗？那位一边冷笑，一边向楚风3人靠近。你想怎么样？妖娇听雨问道。很简单，你希望我死，我便要让你死。尤其是现在的你，竟得到了龙王大人的传承，那便必须死。战派武帝冷声说道。楚风、听雨，你们快走！此刻，那位合派1品武帝猛然掠出，化作一条巨大的黑色妖蛟，向那位战派的2品武帝掠了过去。他化作了本体，是想要予以自己的性命，来为楚风和妖娇听雨争取逃脱的机会。不自量力！战派武帝冷哼一声，身为2品武帝的他，岂会将1品武帝放在眼中？意念一动，威压便横扫而出，想用威压便将那位碾压致死。然而就在那威压横扫下之际，一道金灿灿的结界忽然凭空浮现，化作一道墙壁，将战派武帝的威压给挡了下来。龙纹结界。看到那龙纹涌动的金色结界，莫说战派武帝，就连合派武帝与妖娇听雨也是大吃一惊。楚风，你竟是龙纹级黄袍界灵师！战派武帝满目震惊地看着楚风，他知道那结界是楚风发出的。你的命还挺硬，应该是运用了某种宝贝才活下来的吧？楚风说道。回答我的问题！战派武帝呵斥道，脸上的震惊不减反增。我的结界你看到了，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楚风冷冷一笑，随后说道。其实你能活下来倒也刚好，对于你这种败类，我一向喜欢亲手了结。话到此处，楚风已经走到了那位合派武帝身旁，对其说道。前辈，这个妖娇王兽中的败类，就由晚辈来对付吧。楚风，你和派武帝有些不放心，虽然楚风的修为有所增进，可却只是8品半地，怎么能与2品武帝抗衡？前辈，相信我。楚风自信地说道。小心一点。最终合派武帝妥协了，毕竟他根本没有与那战派武帝抗衡的能力，但楚风先前的确通过结界之术挡下了战派武帝的威压。尽管对楚风没有自信，可眼下楚风的能力的确比他要强，若是他出手，其实他也知道自己只有死的份，但若是楚风出手，也许真的会有一线生机。于是那位合派武帝便来到妖娇听雨身旁，带着妖娇听雨退到了远处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而楚风则与那位战派武帝正面对峙。可笑，一个8品半地竟敢妄言要了结我，人类可真是无知。战派武帝并未将楚风放在眼中。别废话了，我让你先出手。楚风说道。楚风，就算你是龙纹级界灵师，可你也绝对不是我的对手。我不是1品武帝，而是2品武帝，并且还是妖娇王族中的精英。我的妖娇血脉会让你明白何为恐惧。战派武帝瞪着血红的说道。我告诉你，我与你斗不用结界，只用武力。楚风说道。你说什么？战派武帝脸色一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马上让你清楚。楚风话音响起之际，只听滋啦啦一声，眼中雷芒闪烁的同时，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一同浮现。楚风的气息瞬息从8品半地提升到了1品武帝，随后楚风身形一动，便瞬息来到了那战派武帝近前，并且一拳落下，径直的轰向了战派武帝。该死！战派武帝赶忙抬起胳膊去挡，可这一拳虽然挡下了，但胳膊之上传来的酸痛感却让他感觉难以置信。楚风的修为从8品半地跳跃到了1品武帝也就算了，他的战力竟然能与他抗衡。要知道他的战力乃是逆战3品，而楚风能以1品武帝的修为对他2品武帝造成威胁，这说明楚风的战力当真是在逆战4品。受死吧！而楚风却不给他过多思考的时间，拳脚交错之间，攻势越发凶猛，打得战派武帝措手不及，一时之间除了闪避便只能防御。挨打太不可思议了，楚风小有的天赋竟然逆天到了这种地步。与此同时，合派武帝与妖娇听雨也是惊叹不已，感觉不可思议。楚风能够用手段从半地突破到5地，就很令他们难以置信。5地与半地截然不同，有很多人很多妖兽在半地的时候都可以用特殊手段将自己的修为在短时间之内进行提升，比如地级血脉、天赐神力以及妖兽特殊的传承血脉都可以如此。但是到了5地之后便很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半地的时候也许可以用血脉提升修为，可是到了5地之后便不可以。举例说明，那些4大地族的太上长老，那些天赐神体的武帝，哪一个不是天资卓越之辈？他们在8品半地的时候都可以用各自的手段
将修为提升从8品半地提升到9品半地。可是到了9品半地之后，他们却不可以用他们的手段将9品半地的修为提升到1品5地。至于成为了真正的5地之后，他们更是无法用各自的手段从1品5地提升到2品5地。他们的手段无论是天赐神力还是传承血脉，在5地的境界之中只能增加一定的战力，却无法提升1品修为。也就是说，不管怎样的手段，从半地提升到5地都是不可能的。半地就是半地，而5地就是5地，两者之间折至的差距和不可打破的限制，那是一条鸿沟，不可逾越。但是这种不可能的事，楚风却让他成为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楚风却做到了。那无法跨越的鸿沟，他楚风却跨越了，这叫妖娇听雨。他们如何能不震惊？楚风连续攻击，天花乱坠，狂猛无比，40万道陨石一同落下，不断轰向战派5地。而战派5地大意之下，楚风有一拳突破防御，直接轰在了他的左肋之上。又是一声巨响，战派5地瞬息倒退数千米，狠狠地撞击在了岩壁之上。岩壁毫发无损，可他的身上却是嘎嘎作响。楚风只是这一拳就将他左肋的骨头轰碎3根，这点能耐也敢自称妖娇王兽的精英。楚风轻蔑地笑道：“我要你死！”战派5地勃然大怒，亮出一把巨大的流星锤，便向楚风砸去。那流星锤轮动起来，呼呼作响，所过之处更是漆黑一片，连虚空都被毁掉了。原来这乃是一把半成地兵，比兵器，怕是你依然不行。楚风说话间，便将天仙将握于手中，随后凌厉的剑法如暴雨梨花，不仅将那战派5地的流星锤挡了回去，与此同时更是发起了反攻。可恶，连连被压制，战派5地气得咬牙切齿，青筋暴起。好说歹说，他是真正的2品5地，运用半成地兵足以发挥出其真正威力，而这流星锤更是跟随他多年，基本上达到了兽气合一的地步，多少同级别的5地都败在了他的流星锤之下。至于楚风，眼下虽然也是5地的修为，可那是靠手段提升上来的，他并不认可楚风这个修为。在他看来，楚风就是一个冒牌5地，可是这个冒牌5地不仅在拳脚上能够压制他，在半成地兵的使用上竟也压制他，这叫他怎么能忍？然而最令他无奈的是，就算再不能忍，他也只能忍，因为他的确不是楚风对手，这是他无法改变的事实。你这锤子倒是不错，可惜你无法驾驭它，用的实在太烂，简直浪费了一把好兵器。楚风一边压制，一边出言羞辱：“楚风，你真是欺妖太甚！”战派5地被楚风气得连心肝脾肺都要炸掉了，暴怒之下，他突然大喝一声，随后一股磅礴的力量竟自他体内散发开来。这种情况之下，他竟绝地反击，不再一味退避，而是与楚风硬碰硬的对战起来。不过战派5地这强大的力量也不是平白无故就得来的，他的身上开始出现道道火红色的纹路，那纹路似是岩浆一般，火红刺眼。但楚风却注意到，那火红的纹路竟然在流血，那血是真的。自残的招数，楚风已经发现了战派5地此刻的秘密。楚风不好，他在燃烧血脉，要用自己的命换你的命。妖娇听雨大喊起来：“燃烧血脉！燃烧血脉可以让他更强。”楚风问道：“是的，他燃烧的程度之强，此招过后，他将爆铁王必死无疑，但是换来的却是极为强大的力量，可以无限的接近3品5地。”妖娇听雨说道：“既然这样，那我便给他一个机会。”楚风微微一笑，随后竟然虚晃一招，闪到了一旁，不再出手。楚风，你做什么？快阻止他啊！见楚风不但不打压，反而收手，妖娇听雨与那位合派5地都被吓坏了。可楚风却不以为然，看着战派5地说道：“你酝酿吧，酝酿好了再来与我交手。”战派5地冷哼一声：“藐视！”楚风这般行为绝对是对他的藐视，尽管暴跳如雷，可此刻他却接受了这种藐视。接下来的这招的确需要一些时间，楚风若是干扰他，那他也许施展不出来，可楚风若是袖手旁观，那他绝对能够施展而出。只要想到楚风将为自己的狂妄自大而付出惨死的代价，战派5地便觉得就算受再多屈辱，可那也值得了。忽然战派5地张开双臂，随后自他那火红的裂痕之中开始溢出火红色的气体，那气体掠出的速度很快，眨眼间竟形成了一条长达数百米的火红色妖蛟。这只妖蛟虽然是气体形成，乃是半透明状态，但却面目狰狞，凶相毕露，甚至比寻常的妖蛟王兽还要威武霸气。与众不同，最重要的是它蕴含着极为恐怖的力量，可以毁天灭的。忽然又是一声闷响传来，那战派5地竟然爆炸了。可是它爆炸之后，气息却还在，它没有死，只是与那火红色的气体融为一体了。此刻那气体便是他，他便是那气体，而这使他变得更为强大。糟了，他竟然练就了这招！妖娇听雨与那位合派5地皆是面如死灰，他们都知道这一招的可怕，那是一种禁忌招数，叫做血脉妖蛟王。这血脉妖蛟王必须燃烧妖蛟王兽的血脉才能召唤而出，而燃烧血脉等于是在自杀，所以若是有哪只妖蛟王兽成功的施展出这招，那么也就等于他将死去。可毋庸置疑的是，这个血脉妖蛟王非常强大，是堪比天境的武技。哈哈，看来你们已经认出来了，不过为时已晚，我已经凝聚而成，你们能做的只有等死。看着妖娇听雨两位那面如死灰的脸色，战派5地的脸上久违的扬起了一抹笑意，只是这抹笑意是在那火红色的妖娇脸上，看上去异常狰狞。楚风，你将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我这就让你见识见识天境武技的威力。战派5地将那凶残的目光看向了楚风，此刻他已化作血脉妖蛟王，得到了压制楚风的力量，以死为代价，还以为你能施展出多么了得的招数，搞了半天只是如此。天境武技，呵呵。楚风的嘴角扬起了一抹讽刺的笑意，你笑什么？
见哪怕自己如此，可还是被楚风轻视，那位再度勃然大怒。而就在这时，楚风的眼中忽然浮现一抹灵力，紧随其后，他黑发飘动，衣袍狂抖，血红色的气息自其体内散发而出。那血红色的气体出现的很快，流动的也很快，顷刻之间已然覆盖了这片天地。莫说是楚风和妖娇听雨，就连那位战派武帝所化身的庞然大物血脉妖娇王，也被那血红色的气体所覆盖。与此同时，一股极为瘆人的声音也自那血红色气体之中传来，没人能够形容那是什么声音，就仿佛那根本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声音一般。这是什么？此刻战派武帝慌了，同是红色气体，他用来凝聚血脉妖娇王的火红色气体竟然在瞬息缩小了一圈，不仅如此，竟还在剧烈的颤动，似是惧怕了那血红色的气体一般，并且他自己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楚风所散发的血红色气体是多么的恐怖。那种感觉就仿佛那不是这个世界的气体，而是来自地狱深处的气体，像是来自地狱的魔鬼一般，将要屠灭世间万物。所以那股杀气无人可比，这血红色的气体的确要比他召唤的血脉妖娇王还要恐怖得多。最主要的是，此刻那气体已经覆盖了他，他就算想逃也是没有机会了。而忽然之间，在楚风的两侧竟出现两道巨大的光亮。不，看到那亮光，战派武帝惊呼一声，他几乎快被吓傻了，因为那两道巨大的光亮并非单纯的亮光，而是一双眼睛，那是血红色气体的眼睛，并且当那眼睛出现之前，血红色气体的下方就有着一条半月形的巨大裂痕，那裂痕来回扭动，很是狰狞，也很是瘆人。可是当那眼睛出现之后，再看那条巨大的裂痕，战派武帝才发现那根本就不是裂痕，而是一张嘴，是那血红色气体的嘴。那血红色的气体并非只是气体，而是具有生命的，它不是好像是魔鬼，它其实就是魔鬼。我今日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天境武技。楚风说道。天境武技，这是天境武技，可你怎么能够施展得出这样的天境武技？战派武帝发出惊恐无比的声音，露出了不敢相信的目光。然而就在此时，楚风猛然抬手指向了那战派武帝，一声巨响传来，那战派武帝所化作的血脉妖娇王已是魂飞魄散，死的不能再死。见此一幕，妖娇听雨与那位武帝皆是忍不住深咽了一口口水，只是轻轻一指，楚风便灭掉了战派武帝以死为代价所召唤出的血脉妖娇王。他们知道，并非是他们妖娇王兽的禁忌招数，血脉妖娇王太弱，只是楚风所施展的那天境武技太强。这真的是天境武技？妖娇听雨惊讶的喃喃自语。天境武技他也都见过，可楚风所施展的似乎比他人施展的还要恐怖。的确是天境武技，只是同为天境武技，根据使用者的强弱，武技也会有强弱。只能说楚风对武技的掌控力太强了，同等修为之下，就算皆是掌握天境武技，怕是没有人会是他的对手。那位和派武帝说道，这个家伙还真是强的有些过分。妖娇听雨虽然嘴上这样说，可是看着楚风的美眸之中涌动的却是崇拜之色。同为小辈，他并不嫉妒楚风的才能，反而以楚风为骄傲，视楚风为偶像。就在这时，楚风忽然大袖一挥，一片结界倾洒而下，竟化作一片残肢碎片散落于的。随后楚风身子一跃，便来到了妖娇听雨两位的身旁。落地之后，楚风又是抬手一挥，一道隐藏结界将他们三人覆盖。楚风，你在做什么？妖娇听雨甚是惊奇地问道。尽管楚风在外面布置的是残缺的尸体，可他却仍然能够看出，楚风布置的3个残缺尸体乃是他与楚风以及那位合派武帝3位的。你马上就会知道了，耐心的等一等。楚风故弄玄虚的说道。听得楚风这样一说，妖娇听雨与那位武帝更加好奇了，于是不再多问，而是将目光投向楚风所布置的现场。之后是死一般的沉寂，过了足足半个时辰，一道身影才小心翼翼地出现。而当看到这个身影之后，妖娇听雨与那位武帝皆是有些意外，因为那位乃是妖娇血染。妖娇血染虽然身上带着一些被烫伤的伤痕，可他并无大碍，想必是那位战派武帝保护了他，否则以他的本事，不可能在那样一群地狱火虫的围攻下活下来。妖娇血染起初很是谨慎，直到看到那地上的残尸，妖娇血染的嘴角才掀起了一抹得意的弧度，随后身形一转，便快速的离去。楚风怎么不杀了他？妖娇听雨问道。为什么要杀他？楚风问道。这难道不是除掉妖娇血染的大好机会吗？若是让他逃了出去，可就没机会了。妖娇听雨说道。不，若是现在杀了他，才等于给了他们机会。楚风说道。楚风，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太明白？妖娇听雨一脸不解地看着楚风，他身旁的武帝同样如此。我可以杀掉妖娇血染，但这里的事情怎么对长老团说？倘若如实说的话，妖娇拔定然不会承认，也许还会反咬我们一口。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长老团就算明知道发生了什么，可为了妖娇王族考虑，他们也只能选择草草了事。毕竟妖娇血染与战派的3名武帝都已经死了，他们不想再有牺牲。楚风解释道。那你的意思是？听过楚风的话后，再加上自己的思索，妖娇听雨似乎明白了什么，只是他不敢确定。等着看好戏吧，随我来。楚风微微一笑，随后便解开隐藏结界，并且收回布置在地上的尸体残片。做好了一切后，他才向妖娇血染离去的方向走去。老实说，看着地上的半成地冰和乾坤袋，楚风着实心动，只是那是妖娇王兽的东西，楚风不能动。此刻龙王墓地的入口之外，妖娇广、妖娇把、妖娇王兽的长老们以及顶尖强者们，还有百里悬空、红墙皆在此处。除了正在用血脉之力全力开启墓地入口的妖娇广等妖兽外，几乎其他妖兽都与百里悬空他们一样，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入口，期待着妖娇听雨他们快点出来。
终于，一道身影自入口掠出，见有人出来，众位皆是一喜。可是下一刻，神色却是一僵，面露惊慌与担心之容。那出来的是妖娇血染，只是此刻的妖娇血染不仅满面泪水，更是浑身是伤。走出来后，二话不说，便扑通一声，先跪到了长老们的面前。长老大人、父亲大人、族长大人，大事不好了！妖娇血染用那哭得有些发颤的声音说道：“血染，你这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此刻，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妖娇血染的父亲妖娇拔。他不管其他，起身便检查自己儿子的身体，发现没有致命伤势，才算松了一口气。血染，是谁把你弄成了这个样子？四位长老也是开口问话。是楚风，是楚风想要抢夺龙王大人的传承，不仅杀了听雨公主，还杀了几位前辈。若不是几位前辈以死捍卫，就连我怕是也无法活着出来了。是我没用，是我无能，是我太弱小，才害得前辈们为了保护我而失去性命。话到此处，妖娇血染哭得更加伤心。血染，你说什么？你给我再说一遍！战派长老一脸的不可置信。长老大人，楚风想抢夺龙王大人的传承，为此他杀了听雨公主，还杀了几位前辈，是几位前辈誓死保护我才逃出来的。妖娇血染说道：“你胡说什么？楚风一个区区七品半帝，怎么可能杀得了他们？莫说他人，就连战派长老都不相信。先不说此次随行的一品武帝有多少，单单是二品武帝也有一位啊！长老大人，我真的没有骗你。楚风隐藏了修为，他的真实修为乃是八品半帝，再加上不知道从哪学来的手段，竟然能用雷霆铠甲和雷霆羽翼连续提升2重修为。2重修为之后，他便是一品武帝。再加上他用了极为卑鄙的手段，触发了我墓地内的机关，哪怕前辈们也都不是他的对手啊！”妖娇血染说道：“真是混账！”听得此话，在场的妖娇王兽先是神情大变，随后便将那无比愤怒的目光投向了百里玄空与红墙。妖娇血染说的有鼻子有眼，他们可不觉得妖娇血染说的是假的，已经全部信以为真。我就知道你们人类信不过，楚风做出了这种事，你们脱不了干系，你们两个都要死！妖娇拔勃然大怒，说话间便要杀掉百里玄空与红墙。住手！然而就在此刻，妖娇广却忽然站到了百里玄空与红墙的身前，说道：“此事未必是真的，我觉得以楚风小有的为人，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妖娇广，你给我滚开！那楚风就是你找来的，此事你也难逃干系。”妖娇拔仿佛丧失了理智，他并没有住手，反而与妖娇广站到了一处。你说什么？你说我与楚风难逃干系？若是血染所说是真的，难道你觉得我会串通楚风杀掉自己的亲生女儿不成？妖娇广被气得不轻，为了保住你的族长大位，你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依我看，你想杀自己女儿是假，想杀血染才是真。杀了血染，就没人能夺你合派的族长之位了。妖娇广，你卑鄙至极！妖娇拔开始将屎盆子往妖娇广的身上扣，而听得此话后，妖娇王兽们看向妖娇广的目光也变了。他们都知道妖娇广不想交出族长大位，再加上楚风的确是他请来的，哪怕现在妖娇广还在为人类撑腰，他们也都开始怀疑起这位族长大人。就在这时，一股磅礴的威压从天而降，强行的将妖娇广与妖娇拔给分割开来。如今有人类杀我族人，你们竟然还在内斗，成何体统？原来是合派长老出的手。长老大人，我不相信楚风小友会做出这种事情，请长老大人允许让我进入墓地调查真相。妖娇广请示道。妖娇广，真相一定要调查，不过不能你去，而是妖娇拔去。战派长老说道。长老大人，万万不行啊！妖娇拔恨透了人类，同时也恨透了楚风。他若进去，就算事情不是那样的，可只要他杀掉楚风他们，无人辩解此事，事情也就变成了他们所说那样。妖娇广说道。你的意思是血染在撒谎，而我准备杀人灭口，与血染一同冤枉一个人类，对吗？妖娇广，你信不过我，可我也信不过你。万一你进去之后救了那楚风怎么办？妖娇拔怒喝道。长老大人们，请你们三思啊！妖娇广不再与妖娇拔理论，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长老们。此时此刻，你与妖娇拔两个，我更相信妖娇拔。战派长老说道。长老大人，见状，妖娇广将目光投向了合派长老。事到如今，他也只能向合派长老求助，毕竟是一家人。妖娇广，那楚风是你请来的不假，我也不相信血染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为了避嫌，还是让妖娇拔去吧。合派长老也是说道。你们妖娇广此刻面如死灰，宛如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一般。他真是没有想到，他堂堂妖娇王兽族长，守护了妖娇王兽8000年，到了这样的时刻，却没人愿意相信他。长老大人们，怕是那妖娇血染与妖娇拔根本就不值得你们信任。然而此刻，一道声音忽然自那墓地入口浮现，紧随3道身影也是从中踏出。看到眼前这3位妖娇王兽们，皆是大吃一惊，因为那3位不仅有楚风，还有妖娇血染口中那已经被楚风杀掉的妖娇听雨，以及那位合派武帝血染。这是怎么回事？见到楚风3位，合派长老此刻顿时来了威严，怒视的目光看向妖娇血染。长老，我这看到楚风与妖娇听雨他们3位，最惊讶的便是妖娇血染。此刻他已经吓得说不清楚话，心想楚风他们不是死了吗？已经与前辈同归于尽，那满地的碎片不是假的呀，怎么又会活生生的出现？这件事还是由我来说吧。楚风微微一笑，当众说道。妖娇拔不想妖娇听雨得到龙王大人传承，使其儿子丢失成为族长的机会，所以便派自己的3位手下以及自己的亲儿子与我们一同进入墓地，伺机暗杀。只不过哪怕他们用尽卑鄙手段，却也是一一失败。但这蠢货妖娇血染以为他们成功了，所以便跑出来报信，想让你们将我的2位前辈也一同铲除，顺便也让妖娇广前辈身败名裂，这样他便可有恃无恐的
坐上族长之位了。只是这样的败类，若真的坐上妖蛟王族的族长之位，怕是妖蛟王族的不幸。楚风说道。楚风，你休要信口雌黄！妖蛟拔怒喝一声，亮出半成地兵，一道斩击对着楚风劈落而下。他是想要杀人灭口，然而那道斩击还未落下，便被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挡了下来。是长老出手了，不过却并非合派长老，而是战派的长老。再敢动手，我就废了你！战派长老恶狠狠地看了妖蛟拔一眼。长老，我妖蛟拔本想辩驳，可却也不知如何辩驳是好。战派长老虽然向来支持他，但是对于扼杀同族的事情上，他们是绝对不允许的。一时之间，他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他真是没有想到，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明明计划的好好的，没有理由除不掉小小的楚风和妖蛟听雨啊！想到此处，他不由得看向了楚风，发现楚风也在看着他，并且那种轻蔑的目光，就好像吃定了他一般。换作寻常，他会感觉可笑，笑一个区区人类小鬼也敢这样看他。可是现如今，他的确被逼入了绝地，莫说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就算解释，他也是解释不清。而这全都是因为楚风。想到这里，妖蛟拔心中咯噔了一下子，他是到如今才意识到，这个不起眼的人类小鬼竟是如此的恐怖。楚风说的话，我不信。听雨，你来说。战派长老看着妖蛟听雨问道。长老大人，楚风所说句句属实。他们先是将我们引到墓地的一处机关前，放出会喷火的虫子，想要用那虫子杀掉我们。幸好楚风早有准备，在我们身上放置了避虫符，才使得我们逃过一劫。然而他们并未就此罢手，当我在传承池内得到龙王大人的传承之后，他们又想杀我，也多亏了楚风拼死保护，才使得我能够活下来。不然，就算我得到龙王大人的传承，长老大人们也是见不到了。妖蛟听雨说道。听雨，你刚刚说什么？你是说你得到了龙王大人的传承？四位长老几乎一同追问起来。不仅他们，其他妖蛟王兽也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妖蛟听雨，因为此事对他们来说实在关系重大。回前辈，听雨的确已经得到了龙王大人的传承，而这多亏了楚风，是在楚风的帮助下，我才得到了龙王大人的传承。妖蛟听雨笑眯眯地点了点头，话罢之后，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楚风一眼。就在这时，楚风大袖一挥，一层无形的结界自妖蛟听雨身上挥散开来，而妖蛟听雨的气息也在此刻浮现。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得到，妖蛟听雨的气息不再是5品半地，而是8品半地。成功了，听雨，你真的成功了！妖蛟广狂喜无比，一个箭步来到妖蛟听雨身前，将其抱了起来。别提多高兴了。事实上，不只是他，几乎此刻的妖蛟王兽，一个个都是笑得合不拢嘴。尤其是4位太上长老，连苍老的身体仿佛都在颤抖。他们真的是高兴极了。龙王大人，一代帝王，他妖蛟王族的骄傲，现如今他的力量再度延续，他妖蛟王族怎能不喜？妖蛟拔，妖蛟血染，你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合派长老忽然愤怒无比的看向了妖蛟血染与妖蛟拔，目光之中尽是杀意。其实不只是他，此时此刻，妖蛟王兽们看向妖蛟拔与妖蛟血染的目光中，都涌现出了浓浓的憎恨之色。妖蛟听雨得到了龙王大人的传承，所以他们对妖蛟听雨的话坚信无比。再加上之前妖蛟血染所说的话，如今已经不攻自破，所以他们几乎可以确定，妖蛟拔和妖蛟血染的确是想要害死妖蛟听雨。这对父子乃是阴险无比，胆敢残害同族的族中败类。而只要想到妖蛟听雨已经得到了龙王大人的传承，若是真的遇害，那他们妖蛟王兽损失实在太大了。所以他们越想越是气愤，气得咬牙切齿，咯咯作响。长老大人，你们听我解释，听我解释啊！妖蛟拔还想要解释，不必解释了。我若没有猜错，你应该是让妖蛟血染将听雨他们引到了地狱火虫的机关所在之处。那地狱火虫的机关之处是我告诉你的，除此之外没有他人知晓。可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去那里，并且还想利用那机关对付我妖蛟王族未来的希望。妖蛟听雨，妖蛟拔，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妖蛟王兽有规矩，不得自相残杀，我不得不留你一条狗命，但活罪可免，死罪难逃。你的修为我必须收掉。战派长老说话间猛然出手，抬手一抓，2道武力凝聚的利爪便飞掠而出，穿透了妖蛟拔与妖蛟血染的丹田。妖蛟血染与妖蛟拔一同发出了悲痛欲绝的惨叫声，把王族叛徒妖蛟拔与妖蛟血染关入毒虫地牢，此生饱受毒虫噬体之苦，直到死去为止。战派长老说道。遵命。几名妖蛟王兽立马站出来，将妖蛟拔与妖蛟血染两父子给拖走了。楚风，我饶不了你，我饶不了你，我妖蛟血染就算变成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妖蛟血染歇斯底里的大喊着，在他看来，他本是妖蛟王族未来的族长，可只因楚风的到来，一切都变了。不仅族长没做成，反而被废了修为，要被关入毒虫地牢。这一切都是拜楚风所赐，他对楚风当真是恨之入骨。闭嘴！然而妖蛟血染话还没有说完，那拖拽他的妖蛟王兽一脚便踩了下来，直接将他的嘴踩了个稀巴烂，手段之残暴，当真是毫不留情。见到这一幕，楚风微微一笑，妖蛟王族这态度的转变还真是够快的，不过也合情合理，毕竟妖蛟血染是犯了大戒。不过哪怕如此，楚风对战派长老的看法也是发生了改变。虽然他们之前处处刁难妖蛟广，支持妖蛟拔，可是在关系王族利益的时候，他们还是毫不犹豫的站在了正确的这一方。背叛王族者，他们绝不留情。楚风小友，真是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才好，你真是我妖蛟王族的大恩人。2位合派长老走到楚风近前，满眼感激地看着楚风，尤其是那位之前在攻霸平原上救了楚风的长老，此刻目光还掺杂着特殊的情感。当初他受妖蛟广之托，去将楚风带到这里，
起初他还有些犹豫，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他也不相信楚风，也不想冒那个险，但最终他还是选择答应了妖娇广。而现在再回头看，他真是庆幸自己做出了那个决定，否则妖娇听雨便不可能得到龙王大人的传承。而与此同时，除了长老与妖娇广之外的妖娇王兽们，竟齐刷刷的半跪在地，向楚风施以大礼，感谢楚风小友大恩大德。众位妖娇王兽那感谢的声音如雷贯耳，直冲云霄。长老大人，诸位前辈，你们实在太客气了。先不说你们对我楚风本就有救命之恩，我与听雨公主本就是朋友，只要力所能及之内，我做的都是应该做的。楚风说道。楚风小友说的对，但是你要知道，听雨得到龙王大人传承，对我妖娇王族来说实在太重要了，这份恩情我们无以为报，但愿举妖娇王族之力来保护楚风小友。妖娇王族的战士们全都给我听好了，以后楚风小友就是我妖娇王族的常驻贵宾，关于他的消息不得传出，若是有哪个敢传出，必然杀无赦。战派长老大声说道，他这是要让楚风留在此处，以妖娇王兽的力量来保护楚风。遵命。妖娇王兽们也是一同应道，他们也都赞同战派长老的命令。面对这样的情况，楚风一时之间也是不知如何是好，他真的没有想到妖娇王兽的反应会这样的热烈。